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nny。今天的影片和以往的呈现方式会有很大的不同，这是因为我近期真的太干了。如果按照我以往的制作方式，那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会拖到下个星期，而下个星期的节目也会跟着一起拖下去。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真的不是很好受。我很享受去制作这类的节目给各位，但随着我的正业逐步开始回归正轨，我能注入去制作的时间也跟着越来越少。因此今天的呈现方式将会和以往有所不同，也麻烦各位看完了今天的这期节目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感想。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我也会仔细的去读取你们的意见，然后再优化出更好的作品。说了那么多，今天要来和各位分享 AMD Ryzen 5 5600X 的使用体验。其实打开这期节目的朋友们，相信对 5600X 的性能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我并不会提供太多传统评测的测试数据，而是着重的来和各位分享讨论以下几点：5600X 是否值得购买？原厂散热器是不是能压得住？主流的风冷散热器能不能够搭配超频？5600X 本身的定位族群，以及目前 Ryzen 5000系列的小问题和状况。首先是 5600X 是否值得购买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很好回答。我能说的是 5600X 和上一代的3600或3600X 的定位又或者说是受众群不太一样。至少以目前 5600X 的价格来说，3600以及3600X 一直以来受众群面都非常广，无论是入门的游戏玩家，还是想要有不错的入门综合性能，甚至是入门的内容创作者，之前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。但 5600X 并不是因为它的性能，而是因为价格。在我体验的时间里，我也拿我的3600X 进行了对比，在只开启 PBO 的状态下， 5600X 的提升幅度真的非常可观，而且多核性能也非常接近上一代的8核心 3700X 了。不过它的价格和 3700X 也是一样的。先别说隔壁家的产品，但是对综合性能有需求的人，放眼望过去，多数人还是会选择 3700X 更多一些。 5600X 的单核性能提升幅度非常可观，在我进行了游戏测试的时候，性能都已经非常接近12核的 5900X 了，但这毕竟是打开帧数监控的测试数据。现在我放来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看，你们觉得左右两边哪一个是 5600X， 哪一个又是 3600X 呢？在你所游玩的游戏对帧数不太敏感，屏幕的刷新率又有一定的上限情况下，我觉得在不依靠帧数监控软件来感知2颗处理器的游戏性能是非常有难度的。而其他的专业性能的感知差距就非常明显了，特别是对多核心优化或需求更高的软件，那 3700X 明显还是会比 5600X 好了那么一点。所以对于 5600X 是否值得买，我的答案是，如果你购买的电脑是为了玩游戏，特别还是那些比较吃高帧数的网络电竞游戏为主，并且对游戏帧数的需求特别看重， 5600X 确实是值得你购买的。但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全方位综合性能选择，这部分就和以往的600系列处理器的定位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接着来聊聊原厂散热器是否能压得住 5600X。 我的答案是，在不超频的情况下压得住，当然温度会非常感人，而且散热器还是那个祖传的 Withstealth， 并不是更厚的 Withspire， 所以我的建议是更换一个吧，比如亚军的 G3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再来是主流的风冷散热器能不能够搭配超频，并且还能压得住吗？我的回答是还行。在我进行了测试的期间，搭配的是快乐的 H7 做测试，没有选择 G3 是那个时候 G3 还没收到，然后我拿到的这颗 5600X 的体质还可以，再搭配了 MSI 的 S570 Carbon Pro Wi-Fi， 全核心可以超频到 4.65 GHz 1.25伏，再搭配 ROG 猛禽2070 Super 放在酷冷的 MB520 机箱内，同时进行了 AIDA64 FPU 加 MSI Combust 甜甜圈进行双烤，10分钟后的温度来到了86度，
CPU 的功耗显示为113瓦。对于这样的表现，我觉得还行吧。毕竟这一代的 Ryzen 5000系列积热问题还是存在的，而且 AMD 自己也公开表示了，这代的 Ryzen 5000更耐热了。所以烤鸡温度维持在80-90度的表现，其实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水平。即使给5600X 换上一体式水冷，我觉得也不太能够低过80度的烤鸡温度。接着是5600X 的定位族群，其实就和第一个问题是差不多一样，只不过在这里我再细分了一些，希望给那些对5600X 有兴趣的朋友有个帮助。如果你是订阅我的忠实老观众，那你一定看过这一期关于电脑预算分配的影片。没看过的朋友，麻烦先去看一看这期影片，里面有说到了关于 CPU 选购占总预算百分比的推荐。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效的。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 CPU 加主板占总预算的25%到30%。而5600X 外加一片还不错的 B550 主板，费用大约是在2000几左右。如果依照建议推荐，那么这台电脑主机的总预算将会在7000到8000几左右。而一般有这样预算的用户，偏偏还是注重在综合性的需求。当然，上述只是我个人比较主观的分配建议。我并不是说5600X 它并不值得买，也不是说只有高预算的人才值得购买它。而是如果你的预算不够高，那5600X 的性能价值就很难完整发挥出来。而如果你的预算有那么多了，你考虑的东西可能就会在于5600X 除了游戏性能以外，它还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价值和体验。因此，在我的个人观点里，5600X 的受众群体比较单一，除了游戏爱好者以外，像是综合性的需求者以及多用途用户，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它不像上一代的3600或更之前的2600，那个时期普遍全方位群体都适合入手的选择。当然 AMD 也留了一手不带 S 的5600还没推出，如果到时候5600在价格有着更加吸引人的定位，那才能重现3600和2600时期是个大众都会觉得不错的好选择。最后是目前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的一些小问题和使用状况，这个部分在我上一次 5900X 的影片里已经提到一部分了，而这一次在体验了 5600X 后也证实了我的想法。目前 Ryzen 5000系列的 PBO 机制和以往的3000系有点不同，开启 PBO 后在游戏内的帧率都不太能常驻在最高频率，核心之间的频率波动幅度也非常大。然后是 Ryzen 5000的温度情况，这一次 Ryzen 5000的温度情况如前面所说到的，在 5600X 进行烤鸡的时候，功耗可以来到113瓦，温度看起来都会非常的高，但实际使用下来，这样的温度表现在 Ryzen 5000系列是很正常的。而为什么温度会变得更高了？除了7纳米的积热问题以外，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一次 Ryzen 5000的最佳电压比较高。在我之前那期 5900X 的节目里，我将 5900X 以 1.23 伏超频到 4.73 GHz， 虽然经过烤鸡测试后也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在之后的使用体验里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软件闪退，偶尔还会直接重启的情况。在我经过了好几次的调整后，电压调整在 1.3 伏后，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。而这个情况在我体验了 5600X 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在 1.25 伏的情况下，手动超频到全核心 4.65 GHz， 也稳定过了 R20 和烤鸡测试，但是就会时不时有重启的情况，直到把电压调整到 1.325 伏后，一切问题也都没了。当然，我也只是体验了这2颗 Ryzen 5000的处理器，也不好确认说是不是每一颗的情况都一样，所以这部分的情报也仅供参考。而我个人的猜测还是在 BIOS 的优化层面不够完善，希望之后 AMD 可以尽快优化出更好、更稳定的 BIOS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货也要尽快恢复到稳定的状况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这次的节目有别于以往依靠数据的呈现，更加注重在于我个人的使用感受分享上，比如我比较主观的看法，或是对产品对于市场定位是否值得入手等。我想对于大多都已经了解性能的朋友，这样的呈现方式对于产品本身或许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。
如果你看完了整个影片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们的观后感想，让我知道这样的呈现方式你们是否会接受和喜欢。当然也别忘了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。我是 Kenny， 我们下期节目见。